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这一期视频，我们介绍一个调理气血两虚的经典中成药，就是八珍丸。这个方子不仅能快速改善你的气血不足，还有2个升级版本，能解决更复杂的健康问题。在这期视频里，大家将会学到如何快速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，八珍丸的正确使用方法和适用人群，八珍益母丸和十全大补丸的区别和用法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会分享一些临床上的用药经验，让大家自己就能判断这3个中成药该怎么用。首先，我们来搞清楚自己是不是气血两虚，适不适合吃八珍丸。大家记住这些表现，很多人觉得这是玄学，其实一点都不玄。气虚的表现：神疲乏力，总感觉没精神，少气懒言，不爱说话，说话声音小，面色发白，没有血色，舌头颜色淡，舌苔薄白，脉搏感觉没有力气，就是我们在四诊里学习过的弱脉。血虚的表现有头晕眼花，特别是突然站起来的时候，面色苍白或者发黄，没有光泽。女性月经量明显减少，容易心慌心悸，手脚容易发麻。你可能会问，我怎么知道自己是气虚还是血虚呢？这里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，如果你主要是累、没精神、不想说话，多半是气虚；如果你主要是头晕、脸色差、月经少，多半是血虚。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，大部分人都是气血两虚。为什么现代人容易气血两虚？原因很简单，工作压力大，长期熬夜消耗气血，饮食不规律，脾胃功能差，生化气血不足。女性每月月经本身就容易血虚，久坐不动，气血运行不畅。现在重点来了，八珍丸是怎么组成的呢？八珍丸实际上是2个经典方子的结合，四君子汤、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，专门补气；四物汤、当归、熟地、川芎、白芍，专门补血。四君子汤补气加四物汤补血等于八珍汤，制成丸剂就是八珍丸。这个组合有多妙，我来给你分析。党参补中益气，类似人参但更温和；白术健脾益气，帮助消化吸收；茯苓利水渗湿，让脾胃功能更好；甘草调和诸药，让所有药物配合得更好；当归补血活血，被称为血中圣药；熟地滋阴补血，是补血的主力；川芎活血行气，让补进去的血能很好的流动；白芍养血柔肝，平衡川芎的燥性。八珍丸适合什么人用呢？主要适用症状：面色苍白或萎黄，食欲不振，不想吃饭，四肢乏力，总感觉没劲儿，说话声音小，懒得说话，头晕心慌，失眠多梦，健忘，记忆力差。女性月经不调，量少，颜色淡，舌淡，脉细弱。现代医学对应的疾病，现在很多人都有贫血的问题，其实贫血大多数时候不只是血虚，出血多了，气也会跟着流失。就像很多女性朋友每次来完月经都感觉整个人又累又没精神，这就是典型的气血两虚。还有那些得了慢性消耗性疾病的人，像癌症、肺结核、甲亢、红斑狼疮这些，身体里的营养和能量不断被消耗，也容易出现气血两虚的情况。另外，妇女产后失血过多，还有胃肠神经官能症、失眠症患者，如果有前面说的这些症状，也可以考虑用八珍丸来补气血。不过要注意，八珍丸稍微有点温性，要是本身容易上火，或者正在感冒发烧，就先别吃了。吃的时候自己也不要随便加量。我们再聊聊八珍益母丸，这个药对女性朋友特别友好，它就是在八珍丸的基础上加了一味益母草。益母草是啥？它可是妇科的常用药，专门活血化瘀的。所以八珍益母丸的作用就是既能补气血，又能活血化瘀，调理月经。那啥情况适合吃八珍益母丸呢？如果你是女性，有气血两虚的症状，同时月经也不正常，比如月经颜色发紫、发黑，还带着血块，月经总是推迟，来月经的时候或者月经结束后小肚子会疼，这时候就可以考虑用八珍益母丸。
一般来说，月经刚开始就疼，而且疼得厉害的，多半是有淤血堵住了。要是月经后期或者月经结束后才疼，那多半是身体虚了。另外，脸色发黄发白，胃口不好，这些也是气血虚的表现。如果同时有这些情况，吃八珍益母丸就比较合适。但同样要注意，孕妇可不能吃八珍益母丸，因为它有活血的作用，容易引起流产。还有，月经量特别多的女性，吃之前最好先问问医生，因为活血的药可能会让月经量更多。最后我们聊聊十全大补丸，听名字就知道它补得特别全面。它的组成里，前面还是八珍丸的药材，又加了黄芪和肉桂。黄芪是补气的明星药材，能把气血往上提，让气血更好地滋养全身。肉桂属于温里药，比一般的温性药材还要热，它能温阳散寒，还能温通血脉。所以十全大补丸适合的是气血两虚，同时还有阳虚或者体内有寒气的人。具体表现，除了气血虚的症状外，四肢不温，手脚总是凉的，怕冷，特别是后背发凉。女性有宫寒，来月经时小腹冷痛，喜欢用热水袋。月经颜色淡，有血块，伤口愈合慢，特别是手术后。现代医学适应症，贫血伴有畏寒，白细胞减少症，手术后恢复期，甲状腺功能减退，肿瘤放化疗后的调理。但是十全大补丸药性比较温热，容易上火，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。现在我来总结一下这三种药的区别。八珍丸适用于单纯的气血两虚，方药特点平和，相对安全，适合人群大部分气血不足的人。八珍益母丸适用于气血两虚加血瘀，方药特点偏重女性调经，适合人群有月经问题的女性。十全大补丸适用于气血两虚加阳虚寒象，方药特点药性偏温，补力最强，适合人群体质虚寒怕冷的人。服用注意事项，服用时间一般饭前半小时服用，有利于吸收。服用剂量按说明书剂量，不要自己随意增减。服用周期至少要连服2到4周才能看到明显效果。禁忌人群：感冒发烧期间暂停，孕妇慎用，高血压患者使用十全大补丸要谨慎。最后我要分享一个临床经验，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药物。看舌头，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。舌头淡白、苔薄白，选八珍丸；舌头淡白有瘀斑，选八珍益母丸；舌头淡白、苔白厚腻，选十全大补丸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摸手脚，如果手脚总是凉的，就要考虑加温阳的药，十全大补丸更合适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详细聊了八珍丸、八珍益母丸和十全大补丸的区别和用法。核心要点再强调一遍，八珍丸适合单纯气血不足的人群，八珍益母丸适合气血不足加血瘀的女性，十全大补丸适合气血不足加阳虚寒象的人群。再提醒大家一句，用药之前一定要先判断自己的症状，不确定的话可以留言或咨询中医师。这些药虽然好，但也不是万能的，平时还得注意饮食均衡，适当运动，保持好心情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气血补起来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收藏，关注我们，不错过任何一个实用的中医知识。